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英吉档案，我是英吉。在2013年，《非诚勿扰》史上最真诚女嘉宾杀死丈夫的消息在网络上不胫而走，而且她在行凶时已经怀有身孕，还有1个月就生产。对这一事件的总结就是4月结婚，8月杀夫，9月产子。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置家庭于不顾，亲手毁了一家人的未来呢？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起凶杀案的相关细节。2012年8月2日凌晨，西安警方接到了报警，称某小区发生了凶杀案，于是火速出警，赶到了现场，发现该小区1号楼的18楼有一名重伤男性趴在电梯的轿厢内，浑身是血，奄奄一息。而1803号住户的房门是敞开的，内有一名受伤的孕妇，同样浑身是血，躺在地上。经询问，该孕妇与受伤男子是夫妻关系。随后120也马上赶到，将2人送到了医院。男性伤者由于右侧心静脉断裂，引起急性失血过多，最终抢救无效，确认死亡。而孕妇和腹中的孩子没有生命危险。可令人惊讶的是，警方了解到死者正是该名孕妇所杀，于是马上将其控制。待她伤势好转后，经过了仔细的讯问，才彻底搞清楚案发的前后经过。这名孕妇叫王佳，死者是通过一档电视相亲节目《非诚勿扰》认识了她，并与其结婚。而王佳也就是《非诚勿扰》的台上女嘉宾。王佳1979年出生，居住在陕西西安。2011年，时年32岁的王佳报名参加了江苏卫视火爆全国的相亲节目《非诚勿扰》。她的职业是出版社的编辑，端正的职业形象和谈吐间的掌控能力赢得了编导的兴趣。节目组专程来到西安为她拍摄短片，因此她也注册建立了微博账号。2011年4月，王佳以2号女嘉宾的身份在《非诚勿扰》正式亮相。在一期节目中，30岁的男嘉宾张天翼出场，他的背景是北京某公司的总经理，但因为自己身患绝症，事业破产，又通过毅力坚持战胜了病魔，并迎来自己事业的第2春。他的经历打动了王佳，因此为他留灯到了最后，并说出了感人肺腑的爱情宣言。因为我找这份感情，我真的找了很久。我曾经认为我是一个为爱可以去走天涯的人，我认为有爱的地方就是我的天堂，真的是这样子的。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找我这份爱，我找了这么久，我觉得我真的找得很辛苦。所以我现在我真的很想有一个家，然后跟他一起去过好每一天，去珍惜我们的生活。因为我真的很想幸福，让我的爸妈也幸福，让我的所有的亲人都为我放心。所以男嘉宾，我知道你生过病，我知道你也破过产，我知道你肯定是一个会珍惜的人。我现在真的是好好的去想珍惜我生活中的每一天。我不管他是生老病死，也不管他是贫穷富贵，哪怕他一无所有，我愿意跟他一起去奋斗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生活。人生是一种付出，而不是索取。我真的愿意为你去做任何事情，谢谢。我愿意，恭喜你！我想摆。男嘉宾与王佳牵手成功，2人十指相扣，拒收了节目组准备的夏威夷旅游券，当场捐献做了公益。张天翼表示会自费带王佳去国外旅游。节目播出以后，王佳也收到了网友和亲友的深深祝福。之后也有不少热心网友一直在微博追问2人的进展情况。可让人很意外的是，王佳却发出了这样一条微博：他好像失踪了，我心里很受伤，很难过，为什么不能理解对方的感受呢？原来在牵手成功后，2人正准备去国外旅游时，张天翼突然发来了一条短信，称要去美国出差。此后音讯全无，让王佳感觉到有些受到冷落。尽管这样，也希望对方忙完以后会联系自己。可是对方回国以后却仍然拒接电话。他在随后的微博上充满愤慨地说：“我需要被尊重，凭什么消失？又没有了消息，搞不懂，一切让我别无选择。”虽然没有取得联系，但是也可以确定张天翼是在用这种方式来结束这一段关系。王佳被放了鸽子，这个消息让所有关注节目和他的人都感到很意外。所有人都认为他被人骗情骗色，这使他的心情很低落。在此期间，微博上一直在关注他的一位粉丝却引起了他的注意。粉丝自称是西安人，称自己一开始就没有看好王佳与张天翼的恋情，
很同情王佳，并且很欣赏她的真诚和大胆追爱的勇气，并且也大胆进行了表白，而王佳直接拒绝了他。但是粉丝不为所动，坚持不懈地与王佳联系。素未谋面的海誓山盟还是打动了低谷中的王佳，两人最终还是见了面。这个粉丝真名叫何嘉文，比他小2岁，两人都在西安。何嘉文是西安一家银行的客服经理，身高1.8米，形象也很好，家庭条件也不错。何嘉文说自己喜欢他的真诚与勇敢，不想让王佳这么真诚的人受欺骗和伤害。王佳则表示，在不弄清楚张天翼的真正态度之前，不会接受他的追求。何嘉文表示愿意等。那电台的记者替王佳联系到了张天翼，问他一直失踪的原因是什么。他说顾虑到地域的原因，一个在北京，一个在西安，或许是距离的问题，所以就没有再联系。之后记者也就转告了王佳，那也就算是彻底结束了这一段缘分。对于这件事，王佳又失望又愤怒，也变得自卑封闭。为了帮他走出阴霾，何嘉文一次一次发短信打电话，在他的鼓励和陪伴下，王佳终于又感觉到了快乐，最终也同意了何嘉文的追求。何嘉文做事细心，把对方照顾得很好。王佳也把二人恋爱时美好的时刻都记录在了日记当中。二人也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，印证了何嘉文的执着与沉稳。随后也见过了双方的父母，都很满意，让王佳确定了此人就是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半，并在日记中写下他就是今生要嫁的人，也在微博上进行了官宣。每个女人都有一个王子梦，一个芭蕾梦，我很幸运找到了自己的王子，希望我在他面前做个永远不谢幕舞动的白天鹅。之后何嘉文为了结婚开始忙于装修，他在之前买了一套18楼90平的婚房，找装修公司购买材料，现场监工，另一面还要忙着工作。3个月后，新房装修完毕，两人拍摄婚纱照，并将婚礼定在了2012年初。可是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，何嘉文的前女友突然联系到了王佳，说他与何嘉文再次取得了联系，准备复合。可是何嘉文没有同意，王佳就问何嘉文是否有此事。何嘉文承认了，解释是因为不想让这些事情影响他们现在的感情，就没有告诉他。但是这件事还是给王佳造成了心理阴影，他在日记和微博中开始抱怨，当信任消失，一个人被全面怀疑和盘查之时，我相信心里那种归属感和依赖感已经凋谢了，也许这就是归于平淡的开始。也正是因为此事，两人也发生了一点小矛盾，因为王佳会把两人的爱情故事发在微博大秀恩爱，也会把与对方的小矛盾发到微博来抱怨，受到了网友和粉丝的关注。而何嘉文知道后很生气，他认为爱情是私密的，没有必要展示给别人看。王佳的微博也就此停更，不再发布新动态。可随着激情的消减，王佳越来越看到这份爱的不足。曾经《非诚勿扰》的女嘉宾群里，一起上过节目的姐妹们，有人正在交往富豪男友，有人接了广告，有人签了娱乐公司，所有人都在群里互吹。对比之下，她感觉很有挫败感。当其他人询问她的状况时，让性格争强好胜的王佳感觉很尴尬，因为自己一直都循规蹈矩，何嘉文也不是高富帅，让他的内心产生了动摇。所以王佳突然宣布他不想着急结婚了，这一下让准备婚礼的何嘉文与所有的亲人都不知所措。但随后他又发现自己已经怀孕，何嘉文就一直细心照看。王佳内心挣扎了很久，终于又做出了结婚的决定。2012年1月30日，两人领取了结婚证，4月两人举办了婚礼。办完婚礼后，怀有身孕的王佳向单位请了产假，她的肚子越来越大，人也比以前胖，脸上又出现了妊娠斑。对比着曾经的照片，《非诚勿扰》中光芒四射的女神形象也已经不复存在。而且在产假期间，参加了一个《非诚勿扰》姐妹的婚礼，那个姐妹嫁给了一个煤二代，婚礼极其隆重奢华，与自己的婚礼一对比，又一次受到了刺激。然而她所有不好的情绪每天都表现在脸上。丈夫何嘉文劝她放平心态，也因为此类事情产生过摩擦，你来我往互怼之间，何嘉文一气之下说，你要是老在和他们的比较中生活的话，那我劝你再上一次《非诚勿扰》吧。这句话就扎了王佳的心，引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。冷战了一段时间，最终在双方父母的劝和下，何嘉文主动道歉，两人也就和好了。后来随着何嘉文工作任务加重，经常加班早出晚归，王佳就起了疑心，怀疑丈夫有了外遇，就提出要监管丈夫的工资卡。可是工资卡上的钱太少了，就怀疑是丈夫提前把钱给取走了。面对她的抱怨，何嘉文也不想再吵架，选择了不予理睬。有时候就任凭王佳发脾气，自己打开电脑玩游戏，
而他沉默的反抗激起了王家更大的反感，他的情绪反常也引起了家人的注意。因为何嘉文的工作繁忙，王家的婆婆就带着她去医院看病。医生诊断王家有产前的轻度抑郁，主要是患得患失的焦虑情绪所导致，建议她适当调整心态。随后何嘉文就抽时间陪她散心聊天。王家的焦虑症状虽然有所缓解，但这只是暂时的。2012年7月31日早晨，何嘉文做好了早餐，叫她吃饭，而她正在上网，没有理会。之后突然开口就说不想活了。何嘉文从他手里抢过笔记本电脑，发现他正在《非诚勿扰》的嘉宾群里与别人聊天，又让他产生了挫败感。丈夫马上将电脑扔到地上，又是《非诚勿扰》，又是女嘉宾，还有完没完？你今年已经34岁，难道永远就活在舞台上吗？就不能回到人间吗？这句话再一次激怒了王家，两人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直到晚上，两人都带着愤怒的情绪睡去。第二天8月1日，何嘉文下班回到家中，王家突然又说不想活了，想自杀。何嘉文怒火中烧，你想自杀，那我就给你取刀。说着进厨房取来一把刀，两人又大吵一阵之后，王家准备下楼去转一转。出门时见丈夫又开始玩电脑游戏，她满脑子想的都是自杀的念头。过了一会儿，回到家中，丈夫问她下午吃了什么，她说吃了一点米线和凉皮。何嘉文更生气了，你都快要生产了，总是吃这些没有营养的东西，会影响肚子里的孩子。说完又继续玩游戏。此时王家满脑子都是对丈夫的恨，想到当初如果不是选择他，她的人生也绝对不会如此失败，决定杀掉何嘉文再自杀。两人就在冷战中睡去。隔天的凌晨3点，何嘉文正在熟睡中，王家醒了过来，他挺着大肚子，拿出一把西瓜刀，慢慢的来到床前，看着熟睡中的丈夫，手起刀落，连砍带刺。何嘉文被剧痛惊醒，看到眼前正在挥刀的妻子，没有还手一下，浑身是血的他穿着裤衩跑到楼道里，猛敲邻居家的门，并大声呼救。王家随后追出来，照他的后背猛砍了一刀。丈夫直接转身跪在地上，苦苦哀求眼前的妻子，可王家已经完全失去理智，又向他砍了一刀。何嘉文又跑向电梯，电梯开门的瞬间，他也重重地倒在了里面。王家追了进来，突然惊醒，扔掉刀子，抱住丈夫，连声呼叫。见何嘉文命悬一线，他立刻奔回屋里，拨打了110和120，随后又从厨房拿出刀，刺伤腹部和左胸，晕倒在地。因为王家在孕期，很快就被取保候审。半个月后，她在医院产下一名男婴。待产和坐月子期间，幸亏父母的贴身监护，才阻止了她数次想撞墙自杀的企图。随着哺乳期的结束，王家被正式收押。当孩子被抱走的瞬间，她痛哭流涕。何嘉文的父母则不敢接受这种现实，家中的独子丧命，悲痛欲绝。王家主动赔偿给遇害者家属3万元。孙子的存在让老两口左右为难，最终撤回了对王家的民事起诉。2013年12月4日，王家杀夫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。法院认为，被告王家因家庭矛盾杀死丈夫，作案手段残忍，后果特别严重，应予严惩。但本案因家庭双方矛盾引发，王家作案时又正处于抑郁症的发病期，行为时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减弱，限定责任能力，有自首情节，并赔偿了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。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。王家不服判决，上诉至陕西省高院，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0年。婚姻是男女双方能给彼此最好的礼物，有个属于自己的家是我今生最大的追求。谁能给我婚戒，我将用我的生命去爱他一生。这是喜欢诗歌的王家在微博简介上的一句话。很显然，他所说的与做的截然不同，因为爱情不是诗歌，也不是童话。现实中的爱情和人生远没有舞台上和诗歌里那样炫目和浪漫，舞台毕竟是舞台。对比了一下案发后他被收监的时间，10年有期徒刑，如果表现良好的话，那现在应该已经重返社会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希望他以后能够在生活的舞台上珍惜平凡的爱，接受平凡的人生。那就这样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还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点赞关注一下，我谢谢你了，拜拜。